大家好，中南海发生枪战，习近平设立的特勤局已经被82军团灭。今天说这么几个话题啊，首先是中南海枪战，第二是82军军长傅先学的派系背景。三是傅先学是一位军委副主席提拔的，顺便说一下这位军委副主席的背景啊。因为傅先学是这位军委副主席提拔的，两个人的肯定就是一个派系啊。四说一下没有改革派啊。第五是去年的水淹七军、水淹82军的事情啊，100%保真啊，给大家出示一个证据。我先给大家分析一下82军军长傅先学的派系背景。那傅先学军长呢，到底是江泽民的人，还是胡锦涛的人，还是习近平的人呢？如果82军军长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的人，那么这个传言呢就有点意思。如果82军军长他就是习包子的人，那就纯属扯淡了。传言也得有基本法，对不对？基本事实要有。你为了节目效果可以稍微的夸张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传言怎么说的说是美国的军事情报已经侦测到俄罗斯自动核弹瞄准中国，瞄准地点不详，已告知中方。北戴河会议包子事情只是一方面，主要讨论的是北约即将出手消灭俄罗斯军事力量，将升及全面战争。俄罗斯在走投无路之际向中国发射核弹，向美国递交投名状，这都逻辑不太通顺啊。现在问题可怕之处就在于俄国发动侵乌战争，是中国叫他打的。普京与包子密谈录音为证，已交给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包子已经大势已去。8+1决议讲的性质极其严重，叫他承担所有灾难责任，不可能再干了。俄罗斯核弹太可怕了，中国没有自制的核武，进口俄罗斯核弹数量大约30至50枚左右。密码在俄方手上。北戴河会议主要讨论的天大的事情弄得不好，中国将回到石器时代，太可怕了。外国急电就在今天17号下午，中南海发生枪战，可能82军区代表要中央特勤局解散缴械。特勤局是包子在陕西老家选的部队，忠诚骨干分子，每个人高薪养着的精锐保卫。武器装备部队建制有装甲车、小型自动火炮等，专门保卫总书记办公室及其家人。下午谈判失败，发生火拼，拒绝缴械，向82军代表开枪扫射。中南海西大门外，市民听到剧烈的机枪扫射、迫击炮声。中南海西侧停满了救护车，可能死伤很多人。特勤局这个情节还挺逗的，管杀还管埋是吧？还救护车都来了。特勤局原来是一个师的部队，人数有一定的规模，不好对付。事局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很多，绝对不是那么平静简单。万幸的是，82军早在3中全会前就已经进驻中央老同志家属特级保护，全副武装，装甲车、重武器。北京仍然全城戒严，军管封锁，飞机火车全停。北戴河中央领导仍在滞留，没有出来。中南海发生枪战，事出突然，安全第一，仍留在北戴河，事情比想象的更可怕。外电底下有上百条评论。下午中南海枪战主要来自北京市民的第一手视频和录音，真实可靠，有很大的可能特勤局部队已经被82军全部团灭，因为拒绝投降，顽抗到底。那有人评论是不知道这个消息真的假，
只能说当下的北京发生什么都不奇怪。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是真的就乐观其成，如果是假的全当娱乐。我们先看一下82军军长傅先学的背景啊，有没有可能和细胞子发生枪战啊？我们先说一下82军的另外一个事情了，去年很火的这个水淹七军呢。去年82军112旅被水淹了，全部坦克等设备报废的事情啊，100%保真啊，现在可以补充证据了。那也是2023年9月27日上午呢，保定市气象局与31677部队、66350部队进行交流座谈，李云强局长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31677部队呢，就是82集团军的代号。那66350部队是什么军队呢？是82军的陆航旅，驻地是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凌云街285号。部队一行参观了气象台、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以及人影办，就是人工影响天气的办公室啊。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预报服务工作、预警制作平台、人影指挥平台，人影还是人工影响天气的意思啊，等项目及其在专业气象服务中发挥的作用。李云强就保定气象局的主要工作进行了简单介绍，提到当前气象局与部队的气象研究业务各有侧重，各有优势，双方强强联手，共同为地方经济及部队工作开展提供更有力的气象服务支撑。31677部队和66350部队的带队领导对保定市气象局的思想站位、文化氛围及亮点工作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并表示根据上级加快推进军民融合的指示精神以及防灾抗灾工作的迫切需求，双方要本着先有后优的原则，切实开展互动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呢，82军的上级是谁呢？82军的上级就是中部战区，就是中央军委，就是军委主席，就是习包了。那这里先给大家道个歉啊，上一期我说了一个地方说错了，战区司令不能提拔军长的，这和省委书记和省长是一个道理的，只有总书记或者总理才能提拔省委书记或者省长啊。中国一共才31个省呢。那同样呢，战区司令他也不能提拔军长，中国一共就13个军，军委主席如果不能提拔军长，他就不是军委主席了。战区司令是无法提拔军长的，也就是说，中国的5个战区司令加上一大堆的副司令，13个军的军长都是习包子才能提拔，那最多就是军委副主席。那这段新闻已经说得很明白啊，82军被淹了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要不然82军和陆航旅不能去找保定市气象局。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防灾抗灾的迫切需求。那2023年的7月82军被淹了，然后10月9号，这是10月9号发的新闻，其实9月27号去找的保定市气象局谈合作，那相差2个月左右，那时间线完全吻合，没有穿越啊。是82军被淹在前，去找保定市气象局在后啊。我们看一下82军军长傅先学是谁提拔的？傅先学曾经担任16军46师的师长，当时的驻地是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当时16军的军长叫做高光辉。那高光辉担任16军装甲师的副师长的时候，16军的军长是范长龙。那这个军委副主席就出来了，这军委副主席叫做范长龙。那就搞清楚范长龙是谁的人，那么高光辉、傅先学他们肯定是和范长龙是一个派系的。
范长荣的派系背景呢，有人和我点过菜，我拖着没有说，因为范长荣的级别太高了。范长荣曾经担任过军委副主席，如果说了范长荣的派系，肯定会有很多他提拔的人，都是要根据范长荣的派系来判断。如果范长荣的派系说错，那就一大堆都要说错了。那范长荣的派系背景呢，很简单，也很难。范长荣担任16军的48师参谋长和46师师长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提拔的。当时的军长就是马凤同。那马凤同的背景资料呢，找不出来，那是不是就找不到范长荣的背景资料呢？那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变通的方法有很多。这个答案就是高光辉。高光辉担任16军装甲师的副师长的时候是范长荣提拔的，那他担任69师师长的时候是侯基震提拔的。那肯定猜想这个范长荣和侯基震就是一个派系的呀，那不然范长荣和侯基震不可能提拔同一个人高光辉啊。我们就顺着这个侯基震就找下去，看看能找到谁啊。侯基震担任师长的时候，当时的军长叫柳凤举，这不是16军，而是跑到23军去了。柳凤举是吴玉谦提拔的，吴玉谦是陈新华提拔的，陈新华是李水清提拔的。我们就顺藤摸瓜，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李水清。那李水清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3个人哪个人有关系啊？李水清曾经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啊，我们摸到了江泽民的老家老巢里面去了。那李水清和江泽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再稍微确认一些背景资料。李水清、周子健、周建南、王道涵、孙有余、马仪等几位部长对江泽民都很器重，特别是李水清部长非常信任他。江泽民在这几位部长面前讲话颇有分量。这一段话，这个材料呢，咱们也需要独立思考。对任何的文章，对任何的材料啊，我们都需要独立思考，加上自己的判断呢。江哈他又不是交际花，他又不是人见人爱，不可能所有的部长都喜欢他。但是这里他突出强调了李水清部长非常信任他。那16军其实还有一个人是谁啊？就是徐才厚。那徐才厚的背景资料我没有研究过啊。江泽民为什么提拔徐才厚？是不是因为老部长李水清的关系？我不知道啊。研究过资料才能知道答案，我猜测应该是有点原因的。那么李水清会不会是邓小平的人呢？另外一个材料上写的是1975年李水清致信中央，请求回部队，就是从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的位子回到部队。邓小平摇头说恐怕李先念不会答应。邓小平就是假惺惺的装腔作势，而且要注意啊，邓小平压根儿就没有挽留李水清，而是找了一个借口说李先念不会答应。李水清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那他肯定就不是邓小平这一派的。那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肯定不是刘少奇或者邓小平这一派的。那文革中被打倒的倒是也有可能是毛泽东这一派的。毛泽东他谁都怀疑他自己这一派的也有可能被他打倒了。因为李水清1970年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那么林彪的913是在1971年发生的。林彪的913事件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913事件之后呢，很多人复出了，当然肯定是邓小平派系的可能性比较大呢。其他的毛泽东啊、周恩来派系的，在913事件之后复出的肯定也有啊，但是少。这个李水清、林彪913事件发生前，他没有被打倒。那邓小平复出之后还挺有自知之明的，知道第一机械工业部这个部长是干不下去了，主动辞职。
那邓小平是假情假意的挽留了一下，其实也不算挽留啊，邓小平根本就没说我不同意，而是说李先念不同意。李水清也不是陈云派系的，这李水清他就是毛泽东派系的呀。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他们是一个派系的。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华国锋把中共主席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提拔的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耀邦下台是1987年的年初，就是1月份呢。1987年年底11月，江泽民当上的上海市委书记的。那江泽民当上上海市委书记就是13大。那当时胡耀邦虽然是从总书记的位子下台了，但是13大之前呢，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不担任总书记了。而且作为退休的总书记，胡耀邦也有一定的话语权。陈云是13大上台接替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的。所以说啊，没有改革派，只有改革路线。那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改革路线的，但是胡耀邦是石油帮的，是华国锋这一派的，是毛泽东的温和派。那赵紫阳是邓小平那一派系的，那从来就没有改革派这个派系啊。你必须有按人来划分才行。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他们3个人的路线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从人事上、从组织上，他们3个人就是一个派系的。这个路线可以根据政治需要来改变的，什么东风吹来毛泽东，西风吹来毛泽西，路线是可以改的，可以朝令夕改的。所以说也没有上海帮。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之下，难道允许上海独立吗？上海怎么可能自成一个派呢？难道脱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了吗？上海也只能听中央的。那中央有2派，上海就得有2派；中央有3派，上海就得有3派。我们简单看一下上海的市委书记啊，陈国栋是陈云派系的，芮杏文和江泽民是胡耀邦提拔的，是石油帮。朱镕基、吴邦国是陈云派系的，黄菊可能是邓小平派系的，陈良宇可能是石油帮，俞正声是邓小平派系的，韩正是陈云、习近平派系的。大家想想，韩正如果不是习近平的马仔，习近平为什么舍不得韩正退休呢？让韩正当国家副主席呢？中央有邓小平，有陈云，有石油帮3个派系的，上海它也得有3个派系。这把上海就简单的看成一个派系，说什么上海帮，这纯属扯淡。上海是中国的政治高地，在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比北京还高。上海出的政治局常委比北京市还多。上海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派系呢？它肯定是各个派系3大派系争夺的重点。你把上海就说成上海帮，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也就是说，我有可能把某一个上海市委书记的派系给说错了，但是这个框架没有错，肯定是3个派系的。中央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3个派系，那上海它也得分成3个派系啊。那不可能说上海江泽民站着上海，胡锦涛站着贵州，习近平站着浙江或者福建，这是不可能的。那最多某个时期某个派系主导，那只要把时间线拉长，难道真的独立了吗？真的上海独立，贵州独立，福建独立，浙江独立了吗？他们3个人，一个人占着几个省，那不就是真的中国就互相分裂、互相独立了吗？那共产党肯定不会同意的呀。所以呢，82军军长傅先学是高光辉提拔的，高光辉是范长龙提拔的，范长龙是江泽民的人。82军和习近平的部队和特勤局打起来，就也不稀罕，也不稀奇啊，有可能有只能说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就不是一个派系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习近平当时水淹七军，放水淹82军，是不是故意要放水淹啊？是不是水淹七军，而是水淹8军？那习包子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下时间线啊，
2023年上半年左右，具体几月份还没搞清楚呢，因为也可能是2022年的下半年，江泽民派系的范长荣的马仔高光辉提拔的傅先学担任82军的军长。2023年7月31日，习近平或者是蔡奇放水淹雄安新区，水淹八军，水淹82军。2023年的9月27日，82军就去找保定市的气象局。他在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啊，就是82军的确被淹了，原话就是按照上级加快军民融合的指示精神以及防灾抗灾的工作的迫切需求，也就是说习包子自己放水把82军淹了，估计是想给江泽民派系的82军军长傅先学一个下马威，或者直接就是找借口拿下。但是最后呢，还要甩锅给82军，82军自己去找气象局，那潜台词不就是上级说你们自己不会看天气预报吗？肯定是这么说的呀。好的，谢谢大家。